22日，成都金融城演藝中心，一場原本屬於電競玩家的高燃表演賽，因為一個熟悉的身影突然徹底變了味。當周也現身無畏契約明星瓦友表演賽現場的那一刻，現場氣氛幾乎瞬間被點燃。沒有電視劇裡的精緻濾鏡，也沒有電影鏡頭刻意營造的慢動作，這一次他直接走進了真正的電競賽場。而更讓網友意外的是，周也這次並不是簡單來打卡、站台或者走個過場，他是真的上場了。隨着現場鏡頭不斷切換，周也身穿紫色系造型出現在舞台中央，在紅黑交織、火焰元素滿滿的電競舞台上，整個人的視覺衝擊力直接拉滿。原本就帶着清冷感和少女感的他，在電競燈光的加持下，又多了一種完全不同的鋒利氣質。於是問題來了，周也到底為什麼能夠憑借一次電競表演賽，突然把娛樂圈和電競圈兩個完全不同的流量池同時點燃？而這場比賽真正讓網友瘋狂刷屏的，也許根本不只是他的造型，更不是一句簡單的明星來打遊戲。真正讓這場比賽出圈的，是周也身上那種從鏡頭前走到賽場中央之後，突然被放大的真實感。先把時間拉回到8月22日下午，無畏契約成都站明星瓦友表演賽正式舉行。官方此前已經公布，這場明星表演賽將在成都金融城演藝中心舉行，由2位明星瓦友領銜戰隊，與人氣主播和瓦友共同開戰。而周也就是這場比賽最受關注的明星嘉賓之一。當天現場本身就已經擁有非常強的電競氛圍。成都正在進行的 V26 無畏巡迴成都站暨2026 VCTCN 聯賽第2賽段季後賽，也讓整座城市的電競熱度持續升溫。公開信息顯示，金融城演藝中心在賽事期間吸引了大量觀眾到場，單日現場人數甚至超過8000人。所以，當周也出現在這樣的環境裡，他面對的已經不是普通的商業活動觀眾，而是真正熟悉無畏契約的電競玩家和粉絲。這就意味着他的一舉一動都會被放大。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周也這一次的出現才顯得格外特別。因為過去我們看到明星參加遊戲相關活動，很多時候第一印象都是2個字：營業。拍照、互動、體驗遊戲，然後結束。但是周也這一次給人的感覺卻完全不一樣。他站在那裡，本身就已經成為了賽場的一部分。尤其是當鏡頭掃過他的瞬間，紫色系造型和現場紅黑色電競舞台形成了非常強烈的視覺反差。他沒有被電競環境壓住，反而讓整個舞台多了一種電影感。網友很快就開始瘋狂截圖，有人感嘆，這哪裡是在打比賽，簡直像是女主角直接走進了電競小說現場。也有人說，周也這一次終於找到了一個特別適合自己的賽場氛圍，甚至還有網友直接把她稱作電競文女主。但真正讓熱搜討論持續升溫的，還發生在比賽前後，那就是周也和張凌赫的同台互動。8月22日的這場明星表演賽中，兩人分別代表不同隊伍，作為隊長同台競技。賽前，兩人在火焰主題舞台上舉拳完成碰拳，這個短短幾秒鐘的畫面卻意外成為當天傳播最廣的名場面之一。為什麼一個簡單的碰拳會引發這麼大的討論？答案其實非常簡單，視覺太強了。張凌赫當天以黑色皮西裝搭配紫色領帶亮相，周也則身穿紫色羽毛禮服，兩人的整體配色在鏡頭裡形成了非常明顯的呼應。一個黑色酷感，一個紫色冷豔，一個像電競小說男主，一個像電競小說女主，而偏偏兩個人又站在了比賽雙方的位置上。於是，一個原本非常普通的賽前致意動作，在網友眼裡突然擁有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感。電競文照進現實，這句話很快成為很多網友形容這一幕時使用的關鍵詞。但是這裡最有意思的地方也恰恰在於，
這個互動並沒有官方證據證明是專門設計出來的所謂劇情。從現場表現來看，兩人只是作為同台參賽嘉賓，在賽前完成了非常自然的碰拳致意，沒有誇張的曖昧動作，也沒有刻意拉長鏡頭，更沒有明顯的營業痕跡。反而正因為簡單，才讓網友擁有了更多想象空間。這也是娛樂內容最有意思的地方。有時候真正能夠引爆討論的，並不是設計的最複雜的互動，而是一個只有幾秒鐘，看起來完全沒有負擔的瞬間。周也的這一次出圈就是如此。而如果只把這場活動理解成明星參加電競比賽，其實還是低估了他。因為周也本身就已經具備非常強的娛樂話題屬性，他不是第一次接觸無謂契約。公開信息顯示，周也此前就曾參加過相關明星表演賽，因此這一次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第一次接觸賽場。這也讓他這次的表現多了一層看點，因為觀眾會天然產生一種期待，他這次到底是真會打，還是只是來體驗一下？結果現場給出的答案至少比很多人預想中更加有看頭。比賽過程中，周也並沒有完全把自己放在明星嘉賓的位置上。當遊戲真正開始之後，鏡頭裡的他明顯進入了比賽狀態，注意力集中，盯着屏幕，等待時機，關鍵位置尋找機會。這種狀態和他平時在影視作品中的感覺完全不同。鏡頭前的周也經常給人一種精緻、清冷、安靜的感覺，但一旦進入遊戲狀態，他身上另外一種競爭感就被激活了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現場片段被網友反覆觀看，大家突然發現，原來明星離開劇本以後，也可以擁有完全不同的一面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這一次的賽場並不是讓周也單獨成為焦點，他和其他主播、網友以及明星嘉賓之間的互動，也讓整場比賽擁有了非常強的娛樂屬性。這本來就是一場表演賽，他不需要像職業聯賽一樣追求絕對的競技強度，卻需要不斷制造笑點、名場面和意外。而周也恰好成為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。從出場到比賽，再到賽後討論，他幾乎完整經歷了一個明星從被觀看到參與比賽的過程。這也是這場活動真正聰明的地方。電競和娛樂看起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圈子，一個講究操作，一個講究鏡頭，一個追求勝負，一個追求話題。但當明星真正拿起鼠標鍵盤進入賽場之後，兩種文化反而會發生非常奇妙的碰撞。周也就是最直觀的例子，他不再只是那個被鏡頭拍攝的演員，而成為了比賽裡的參與者。觀眾也不再只是看他今天穿什麼，狀態怎麼樣，而開始討論他的操作、比賽表現和賽場反應。這意味着關注點發生了變化，而這可能才是周也這次參加 Showmatch 最值得討論的地方。他成功從一個娛樂圈明星短暫地切換成了電競賽場上的玩家，哪怕這只是一場表演賽，這個身份變化依然非常有意思。當然，隨着熱度不斷上升，網友的討論也很快從周也打遊戲延伸到了周也和張凌赫同框，尤其是那一次碰拳，很多網友開始瘋狂尋找不同角度的現場視頻，反覆截圖，甚至給這段互動加上各種劇情設定。但冷靜來看，這裡最值得保留的反而是那種不刻意的感覺。兩個人沒有因為鏡頭而過度營業，沒有強行制造所謂的 CP 動作，就是簡單碰拳，然後進入比賽。正因為沒有太多東西，所以網友反而可以自由想象。這也是為什麼一個短短的互動能夠快速形成傳播。當然，網友喜歡把它稱為電競 CP 感，更多是一種娛樂化表達，並不意味着兩個人之間存在什麼已經被確認的特殊關係。這一點必須說清楚。明星同台不等於戀情，一次互動也不等於關係曝光。網友的腦補和現實之間始終需要保持距離。但是對於娛樂內容來說，這種短暫的視覺火花本身就足夠制造話題。
而周也這次真正值得肯定的是，他沒有被所謂的明星包袱限制住，他願意走進電競賽場，願意面對真正懂遊戲的觀眾，也願意在一場充滿未知的比賽裡接受鏡頭。這種狀態其實比單純擺拍更容易讓觀眾記住，因為觀眾看到的不只是一個演員，而是一個正在嘗試新領域的年輕藝人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看完現場片段之後會產生一種很特別的感覺。原來周也不只適合站在紅毯上，他也可以站在電競舞台中央，可以穿着禮服出場，也可以面對遊戲裡的輸贏，可以上一秒還是聚光燈下的明星，下一秒就因為一場操作或者一次失誤被全場歡呼。這種反差本身就是最好的娛樂效果。而這場比賽對於無畏契約來說，同樣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破圈。電競不再只是職業選手的世界，明星、主播、普通玩家和現場觀眾都可以成為其中的一部分。當周也這樣的演員出現在賽場上，原本可能對電競並不熟悉的觀眾，也會因為他開始關注這場比賽。而原本只關注電競的人，也會因為明星嘉賓的加入，獲得新的討論點，兩個圈層就這樣被連接起來。所以8月22日周也現身成都 Showmatch， 看起來只是一次明星參加電競活動，但如果把整個過程串起來，你會發現它其實非常符合當下娛樂內容的傳播邏輯。一個高顏值明星，一個強視覺舞台，一次真實比賽，一個意外出圈的互動，再加上大量現場翻拍和網友二創，幾個元素疊加之後，熱度自然會被推高。而最讓人意外的是，這一次真正成為記憶點的，並不是某一句精心準備的台詞，而是那些很短、很自然的瞬間。周也走上舞台的瞬間，周也進入比賽狀態的瞬間，他和張凌赫賽前碰拳的瞬間，以及鏡頭捕捉到他認真打比賽的瞬間。這些畫面共同組成了8月22日屬於周也的電競名場面。所以，如果你問這一次 Showmatch 最大的贏家是誰，答案可能並不只是某一個人。因為對於周也來說，他收穫了一次完全不同的公眾形象；對於無畏契約來說，他完成了一次娛樂圈與電競圈之間的破圈聯動；對於現場觀眾來說，他們收穫了一場足夠精彩的明星表演賽。而對於網友來說，則多了一個可以反復截圖、反復討論的名場面。尤其是那一次碰拳，它沒有明確的劇情，卻擁有完整的故事感；沒有刻意的曖昧，卻讓網友自動補全了劇情；沒有劇本式的台詞，卻比很多台詞更加容易被記住。這大概就是娛樂圈和電競碰撞之後最神奇的地方。真正讓人上頭的，從來不一定是提前設計好的高潮，有時候只需要兩個人站在舞台上，一個舉起拳頭，另一個迎上去，碰一下，然後轉身進入比賽，故事感就已經自己出現了。而對於周也來說，這一次成都之行或許也會成為他今年一個非常特別的記憶點，因為他證明了一件事情：演員可以屬於鏡頭，也可以屬於舞台，可以演繹角色，也可以成為比賽裡的玩家。當他真正走進賽場之後，觀眾看到的已經不只是熟悉的周也，而是一個更加鬆弛、更加真實，也更加有競爭感的周也。所以，你覺得周也這一次的電競造型和賽場狀態怎麼樣？還有那段和張凌赫的賽前碰拳，你覺得是單純的賽場致意，還是視覺效果太強，才讓網友瞬間腦補出了一整部電競偶像劇？歡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評論區。因為8月22日的這場比賽已經結束了，但屬於周也的電競名場面可能才剛剛開始。